恩公，看来您对石阁老颇为了解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见你。 赵大人，您你还记得这个吗？ 这是救你当晚从你身上取走的，就想有朝一日我们能以真面目相见时，把它物归原主。之前局势并不明朗。 我不敢贸然与你相认。这些年，我向你隐藏身份，就是怕你的仇人发现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影响你的复仇大计。但如今，我不能继续隐藏了，因为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。 这次，我理应同你一起。恩公，请受我一拜。我们终于见面了。贞顺元年，我经户部员外郎，你父亲已是青天剑监正。那一年发生了一起工程贪腐案。 我上表求皇上彻查此案，可此案牵涉众多的达官显贵，我被人构陷。当时只有你父亲在朝堂上主动站出来替我申辩。正因为他不惜遭受牵连，也要救我，最终。 我才仅仅贬官了事。哎呀，当时我就发誓，此恩必当衔环结草以报。后来，我们常有书信往来。我远离京城，很多政事。 都是通过你父亲才有所了解，也因此在贬地
治理有成。于征顺5年，回到京城，官复原职。征顺6年，你父亲要去东夏修建风扇台，从那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。但还是保持书信往来。3年后，我当时身处越州赈灾，突然接到了你父亲的密信。他想携全家离开京城隐居，恳求我接应。我本以为风扇台塌陷，快多已不在人世。没想到他还活着。虽然他没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，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巨大的不安。我就彻夜赶路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快家已是烧成一片火海。我能做的只有救下他的儿子，以图来日。我将你送到了清泉镇，为你制定了复仇大计，让星斗昭明教养你长大。谢谢师傅。这是我能为你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恩公，谢谢你。10年了，你终于出师了。接下来还有很多要做的事。首先要弄清楚石一平到底有没有问题。我这就差人去送拜帖，陪你去石府一探究竟。先生可算是告诉你了，真是把我给憋坏了。你去赵府拜访的时候啊，我就想跟你说了，别费劲了，那是你恩公。可是他呀，非说是为时尚早，把你叫到府上是为了提点提点你。那师傅，您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们是如何与恩公相识的了吧？好，星斗那家伙呢，是先生被贬的时候认识的，还有钱，但是死板又古怪，触怒了官员，被人构陷，判了死罪。后来是先生出手救了他。我跟他不一样，我从小是孤儿，吃百家饭长大的，多亏先生收留了我，日后我才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那六出师傅呢？六出的事儿我可不能乱说啊。总之呢，他也是受了先生之恩。你要是埋怨师傅一直瞒着你，也是应该的。但我想，只要感情是真的，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。师傅，您是我最信任的人。
你也知道，在这世上，我敢托付性命去信任的人，没有几个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赵大人，二位大人请坐，我这就去请阁老。石大人，石阁老，哎，都是同朝为官，赵大人又与我同在内阁，何必多礼？臧大人，自你上任后，这是第一次来我家吧？想不到，赵大人如此清流，你也能打上交道。自下官入朝以来，还没有来拜访过阁老，实在是下官的疏忽啊。臧海才任工部侍郎不久，我此番正是为了引荐而来，还望阁老多多提点他。赵大人自谦了。若论伯乐，这京城中，谁能比得上你？哎呦，我如今都是老头子了，再过些年，怕是要置世还乡了。户部管着钱袋子，这朝堂上少了我没什么，少了你，那可不行。哦，我可不敢。石大人可千万别这样说，大庸可不能一日无阁老啊。哎呀，大庸除了皇上，哪有人是必不可少的呢？那庄卢隐战功赫赫，不也落个被亲生儿子手刃的结局？曹敬贤在朝堂上何等的威风啊，不也稀里糊涂的魂归九泉了吗？水满则溢，月盈则缺。为官者可不能忘了这个道理。阁老所言甚是。臧海啊，听说皇上赐了你断宁剑，让你协查曹敬贤死因。你今日来找我，莫非是怀疑到内阁了？内阁执掌票拟涉及诸多机密，你当真敢查？回石大人，下官现在还没有头绪，但皇命不可违，
既然下官接了断宁剑，便会一查到底。哎呀，此案蹊跷得很。藏海只是想听听您的想法。赵大人，你这伯乐的确当得好啊！藏海有如此心性，说不定将来真的可以为内阁所用。他还年轻，做事容易沉不住气，以后得常来，请阁老赐教，好好打磨打磨。后生可畏，我看你啊，是小瞧了人家。藏海，你放手查案，我自会帮你。多谢阁老相助。这个石阁老倒是十分坦然，竟然放手让我们去查内阁。他是想把你当做一柄刀，切入内阁中。石阁老就要动手收权了，但他不会明目张胆的去做这些事的。而我，恰好能成为他手里的刀，来巩固对内阁的掌控。我与他同朝为官多年，不知见过多少朝中大臣被他明里暗里的打压。之前你从青天剑递上去的那份名单，就是被他拿了去，大做文章。而曹敬贤的都尉司和内阁，这些年也是明争暗斗。可石一平在朝堂上对曹敬贤的态度，更是多变，时而针锋相对，时而又像是沆瀣一气。对了，恩公，我听闻石阁老是朝中出了名的爱画之人。方才我观察师傅前厅，的确挂满了价值不菲的画作，其中有几幅看着很眼熟，好像是前不久市面上还出现过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了一件事。最近京城中字画的价格涨了近1倍，反而古董玉器倒跌了不少。看来这些高价收购字画的人，都去拜访石阁老了。既然字画是他的敲门砖，那今晚我想再去一次师傅，投其所好，送上画作，让他觉得我想与他亲近，降低他的戒心，再进一步试探此人。臧大人，这么晚了，可是有什么要紧事？白天拜访仓促，空手而来，此番特意带了名画2幅，请阁老提拔。大人，请随我来。西山秋色，林下鸣禽。这2幅画都是真迹呀！想不到臧大人也有此雅好。阁老真是见笑了。您是精通丹青之学，下官不过是附庸风雅。我仰慕您的书法，特此来求提拔1、2，叨扰了您的休息，还请见谅。臧大人深夜来访，恐怕不只是提拔那么简单吧？不瞒阁老，
下官白天在您这儿看到那幅《玉刃山风光图》，画的是冬夏名山，气势磅礴，甚是不凡，不禁心痒难耐，只求能再仔细观赏一番。人皆有心爱之物，就好像我喜欢丹青，皇上喜欢木工。我这幅《玉刃山风光图》，并非什么传世之作，而你的这2幅画，都是我求之不得的宝贝。你倒是很会投人所好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丹青之道，你并不喜欢。其他官员梦寐以求的加官进爵，也不是你的追求。你的心啊，不在这些事情上。下官只图为皇上分忧。但我有件事情想不通，不知阁老想要问什么？查案，按理是3法司的事情。你是工部侍郎，也不是都尉司的人，可皇上偏偏让你去查。难道你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特殊之处？阁老，皇上信任下官，所以才让下官去查此案。就算皇上信任你，我也信不过你。短短1年时间，你就走到了现在的位置，当真是了不得呀！明日我就跟皇上说，把这差事交给我办，你就不用再操心了。若阁老真的能说服皇上，那下官自然听凭安排。难道说，皇上不只要查曹敬贤之死，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你去做？那您觉得还有何事要查呢？老爷，你怎么了？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来人呐！老爷，没事啊。
帮他拿着吧。谢谢大人。谢谢大人。这么多年，贪官污吏掏空了大雍，九河年年水患，科举多有舞弊。纵然在这天子脚下，仍有几名饿死。温公所说的选择，是指什么？还记得你刚入平津侯府的时候，把收到的礼换成粮食，给饥民们施粥吗？而你的父亲曾经也是这样做的，他也会让一些饥民做劳工，好歹让他们有一口饭吃。你的很多师兄弟都是逃难的灾民孤儿，幼小无依，被他接到家中抚养长大，但也仅此而已。那次你上我家去试探，我对你说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够实现之前，先走到那个位置去。您的意思是，你父亲能救他们于一时，你为何不能走得更远，救天下苍生于一世？从明日起，我将暂代内阁首辅，而你有纵横天下之才，若你愿意，就接受这入职内阁的特检，继续在朝中做官。若要从此天高海阔，就拒了他，去过你想要却一直不能拥有的人生吧。走吧。安徒，我想到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辞官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离开京城，不再回来。若第三人真的还在，他知道我是谁，他也知道我了解鬼喜和童宇。你说，他会放过我，任我自由离开吗？他定会让你留在他看得见的地方，想尽办法确定你有没有将鬼喜和童鱼交给皇上，确保你不会破坏他的下一步计划，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杀了你。没错，最不想让我们离开的人，可能就是真正的第三人。他恳请我留京，并入内阁，助他一臂之力。现如今，挽留我的只有他一人。说他只是爱惜人才，是个巧合呢？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试上一试。此次入阁，不仅能与他朝夕相处，还能接触到诸多档案机密。倒是他，或不是他，我总要求一个真相。师父那边，
你帮我多留意着。即便赵炳文可能是第三人，可是高明师傅，我们连他都要怀疑吗？如果恩公真的是第三人，我在想，会不会师傅跟我一样，也被蒙蔽了？但他们的关系，总归是真的。无论是恩公还是师傅，一切水落石出之前，我确实无法坦诚相待。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这“中庸”二字，为何总难写好？先生教过，中庸要无过无不及，不偏不倚，实属不易。这写字也是这个道理。君子之所以能叫中庸者，是因为有君子之德；往小了说，是好生之德；往大了说，是救世济民。所以先生让藏海入内阁，随您协理朝政，造福苍生。只是藏海年轻，这也并非他的专长所在。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藏海的意思？藏海对先生十分敬仰，这只是我的想法。没什么隐瞒的吧？不敢。你呀，还是要做好为师的本分，不要让当年之事重现。还没有探听到童瑜的下落吗？我这个徒弟心思缜密，暂时还无处下手。要是再不探明，可就晚了。我这都是为了他好，让他留在京城，入内阁，才是真正的保护他。我会尽快的。啊，赵阁老，赵阁老，承蒙皇上圣恩，由我暂代首辅之职。今后内阁之事，还要仰仗各位大人多多相助。阁老尽管吩咐。食府之事，朝野哀痛，石阁老弑君尽节，还望诸公记他一志，在内阁恪尽职守，为皇上分忧。是。皇上已允准了藏海入职内阁，日后可参与朝廷的机要事务。藏海，以后内阁书库，你可随意出入。是，赵大人。好了，准备今日议事吧。藏海，有不懂的地方，随时来问我。你我之间不必拘谨。是。赵大人，我有一事想向您请教。
我最近翻阅了过去许多年的票拟，发现有不少都出自赵大人的手笔。言辞之间就能看得出，他品行高洁，一心为国。照你这么说，他不仅毫无破绽，反而越查下去，越彰显他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官。难道我们真的误会他了？我现在也想不清楚，他是一心想要培养我，还是为了骗取我手上童鱼的下落？能10年如一日的演下去，一定是为了更深的目的。在确保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，先走到那个位置上去。还是得继续查。接下来比的，就是耐心了。好你个香烟图，前段时间都不怎么搭理我，怎么今日想起我来了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找你了吗？哼！你看，我给你泡了当下上好的花茶，你尝尝看。我还给你买了香粉。还不错，喜欢你就都拿走。算你还有点诚意。你最近和藏海怎么样？他刚入内阁，天天跟着你爹忙于朝政，都见不着他人。我说呢，原来是见不到藏大人，这才想起我来。这画儿，你认得这玉刃山风光图啊？这幅画是我爹的，我从小便见过，怎会不认得？就是这幅，没错。这画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画是在石一平的府里，他死后，藏海就向皇上求来了。我爹的画怎么会在石一平手里？算了，不管他。不过这个藏海倒是挺有心的，特意管皇上要来这幅冬夏的画作送给你，省得你思乡心切。对啊，他都没空陪我，送幅画是应该的。好啦，你也别整日闷在屋子里了，走，跟我出去玩去。赵大人，下官有一事不明，还望您指点。这些天，工部呈上来的奏本，内阁票拟的意见都是不予批复。当下正值春季，多有水患之灾，工部深知其中利害，想要兴修水利，可不知为何。藏海，这些年，大庸国库空虚。别说是工部了，就连礼部的春闱都捉襟见肘。如果只是因各部所需一直拨银，早晚顾此失彼呀。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根上去解决。您说的是惩治贪腐？对，国库的银两都流失到了贪官污吏的手中。拨得再多也没有用，归根结底是律法的问题。是贪腐，当用重刑。但这样会不会适得其反？藏海啊，藏海，你能想到这一点？甚好，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。朝廷的贪墨之风，多是因官吏们俸禄太薄而无力养家。想让他们不轻于百姓，不是杀几个就能解决问题的。
我已经向皇上谏言，将5品以上官员的俸禄提高3成。这笔银两，才是朝廷最需要拨的。官足以毕生，食足以己家，得让他们先养家糊口，才能不鱼肉百姓。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。但是不是应该先从百姓身边的官员开始？若是国库有那么多的银两，我怎会不这么做？可要越过这朝中诸多大臣，先着眼小官小吏，恐怕就连皇上也办不到。这便是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你已是谋政者，以后一定时刻牢记。是，藏海谨记。他还是来了。宣东夏女王觐见。参见陛下，东夏女王明谕速提，拜祝大雍皇帝龙体康健，福泽绵延，恭祝大雍太平盛世，大雍与东夏结万世之好。愿天清地宁，大雍和东夏共享繁荣。请上来说话。女王不远万里来此，本应是召柔远公主相见。朕也是有些日子没见她了。陛下，智公说，公主前几日偶感风寒，不宜外出走动，也怕扫了陛下的兴致。过几日，待公主身子好了，再来向陛下请安。差人去送些上好的药材。是。劳陛下费心了，小小病症将养几日就好。今次来朝，我带了些东夏的特产，请陛下御览。
夏进献黄金3000两，人参2000根，安乐马100匹，云纹鎏金铜马具100套，金镶玉龙纹汉腰50件，白瓷翠珠鸡冠虎50对，琥珀璎珞300条，雪貂皮毛300张，美酒150坛。这些，便是卿信中所说，东夏新得的至宝。陛下何等眼界，金银马匹自然不配在信中提起。我说的那件宝物珍贵无比，此刻就在殿外。那就呈上来吧。想不到东夏还有能工巧匠啊！听闻陛下喜欢木艺，我特令东夏最好的工匠打造了这木弓，天下独此一件。我说的那件宝贝就在其中。既然如此，打开让朕瞧瞧。请陛下准我卖个关子，木弓藏宝，这木弓更是宝。若大雍的工匠能打开这木弓，自见分晓；若无人能开，陛下便许了我东夏巧匠天下第一的名号，我亲自为陛下打开。好个木弓啊！你这是投朕所好啊！吕泽，臣在。工部里的能人巧匠，你选一个，让他打开。回陛下，臣乃工部之首，臣愿一试。准。动静。陛下，这木工的榫卯技艺失传已久，是只关不开的绝户活，没用一根钉和一滴火漆封口，没有任何下手之处，除非用外力强行破坏，请恕臣无能。 陛下，这位大人能看出木工的构造技法，已经是眼力不凡了。光有好眼力有什么用呢？难道咱们大雍就无人能解了吗？启禀陛下。 臣弟想请工部侍郎藏海一事。藏海也是青天剑坚正，深谙榫卯营造，或能打开。藏海，臣在。你可放手一试？臣遵旨。藏海，这难题你可得接住了。是。
青龙、朱雀、白虎、玄武。四圣兽对应着东南西北4方位，再加上木宫顶部的图样，莫非五十同图，唯土居中？这是何图？五居中宫，意是洛书，带9履一，左3右7，2、4为肩，6、8为足。解开这木宫的办法就在其中。2、7同道，为火居南，此为朱雀。动了。3、8为鹏，为木居东，此为青龙。1、6共宗，为水居北，此为玄武。4、9为酉，为金居西，此为白虎。古人说“榫卯万年牢”，这燕尾榫，相传是鲁班发明的。爹呢，把加了暗榫的燕尾榫和插尖榫结合了一下。哇，原来还可以这样！虽然这些榫卯古人早就有了，但组合起来却有千百种变化。这是爹的方法。他怎么会知道我爹的独门技艺？他是在借此试探。解开这个并不难，可一旦解开，我身份必定暴露。可若是不解，这位大人也束手无策了吗？回陛下，臣解开了。好，甚好。来人！哦。东夏送给朕的，莫不是玉胎？陛下圣明，这玉胎从丹翠山现世，集天地之灵气，日月之精华，玉形宛如一个卧睡的孩童。东夏有传说，玉胎有灵，请陛下允准，将玉胎则极地供奉，保大雍万世而治。你有心了。这件事儿，便交由礼部去办。皇慎，陛下，
术业有专攻，我看这位臧大人就很合适。也对，既然是他解开的这木弓，想必和这玉台有缘。朕就准他替玉台选旨，也带你见识见识大庸的锦绣山河。臣遵旨。臧大人且慢，女王邀请大人同坐一圣，为她讲述大庸的景物见闻。大庸江山如画，难怪让人流连忘返。殿下以前来过，来过又怎样？没来过又怎样？是贞顺9年吗？不记得。我的女儿和你的事情，我都清楚。她在这儿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？此刻，我一件也想不起来。她在信中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她说有一个人聪明绝顶，才智无双，跟她很聊得来。我看他还是知人知面，不知心呢。听说以前大庸有一个厉害的看鱼师，若是让他来寻龙点穴，何必如此费时？可惜啊，他死得早。告诉我，蒯德是你什么人？是你父亲，还是你师父？看来都是了。他把你教得不错呀。知道蒯德为什么死吗？因为他不识时务。一个人不识时务，便只有死路一条。什么叫识时务？什么又叫不识时务？现在，带我去见我女儿，就叫识时务。别骗我，我看你的眼睛就知道，她在你手里。原来从眼睛里面可以看出这么多东西。陛下，大庸人都被迷晕了，就剩你一个人，别逼我对你动手。
这样不好看。好，我带你去。